我明白你是想让小星历经磨难后再来掌管霍氏集团，可是……快，我儿子来了，准备！少爷来了，迅速准备！卖凉皮了，正宗的凉皮！陈星，你一毕业就入职了霍氏集团，真是我的骄傲。是啊，也对得起我这10年苦读，更对得起我爸的辛苦，还有你的鼓励。卖凉皮了，正宗的凉皮！叔叔怎么今天在这里摆摊啊？正宗的凉皮了，西北凉皮！爸，哎，凉皮！爸，叔叔，哎，星儿，哦，你今天是来霍氏集团报道的吧？对，若雪，你也陪着来了呀？哎，快，叔叔刚拌好的凉皮啊！谢谢叔叔，叔叔拌的凉皮儿天下无敌好吃。哎呀，若雪呀，家庭这么好，也不嫌弃我们家穷，对你呀也是不离不弃的呀，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啊。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陈星可是每年都是全校第一，而且连续4年都拿了全额奖学金，好像是我高攀了他。若雪，这要是不隐藏身份的话，小青的身边都是些攀龙附凤的拜金女啊，怎么还会遇到像若雪这样不物质的女孩？而且陈星为人善良，你们父子俩父慈子孝，我相信以后我嫁到你们家，生活会超级幸福的。哎呀，傻小子，听见了没有啊？这是你的福气呀！以后啊，你要是欺负若雪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知道了，爸。你这大学也毕业了，霍氏集团考核也过了，以后啊，爸也不用这么辛苦了啊！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陈星，儿子，没事吧？陈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爸。不是，你怎么开车的？差点撞到人了。差一点撞到人，让我看看是谁呀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班高材生吗？哎呀，早知道是你，我就直接撞上去了。反正你的见面也不值钱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什么眼神？不服气啊？我告诉你，在学校里我压你一头，在社会上你照样只能给我当牛做马。忍，一定要忍！如果这些小人物的3言2语的讥讽你都忍不住，那以后你怎么能面对商场里的惊涛骇浪？顾英俊，这背后是我今天要入职的公司，我不想在这儿跟你计较。但如果换个地方，我不保证我的拳头会不会落到你的脸上。好小子，有血性，还能隐忍，不愧是我霍氏集团的接班人。你说什么？你也要入职霍氏集团？好巧啊！我怎么跟你这个穷鬼分到了同一家公司啊？不过你不敢在这儿对我动手，哪怕我今天把你大卸8块，我依旧能照常来公司上班，毫无影响。因为我爸是霍氏集团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层，这就是我跟你的差距。去查一下他爸是集团哪个高层敢欺负到董事长头上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既然都是同学，将来还是同事啊，有点小事都是误会啊。不知道头你谁啊？我是小星的爸爸。哎，你看这刚做的这个凉皮儿，好吃的呢，正宗的很呢。把这些脏东西他妈离我远点！老子是吃这种垃圾路边摊的人吗？顾英俊，你平时对我百般刁难就算了，你今天居然敢对我爸……那又怎么了？想打我？动手啊！打我呀！动手啊！不能动手，儿子，只要动了手，爸对你这20年的教育可就功亏一篑了。陈星，不能动手，一旦动了手，你的前途就毁了。可是我们只能再努力点，走高点，才能收拾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。好姑娘，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日后定是我霍氏集团贤内助啊。爬到高处靠什么？靠这个卖凉皮的老爹吗？入职霍氏成为最底层的员工，不是你人生的起点，而是你人生的终点。在这些大企业想要往上爬，靠的是人脉、背景和金钱。我一入职，最差也是部门经理。你想要往上爬，就只能看我的脸色行事。这个就是我跟你的差距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我倒要看看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
和一个凭着自己学识的顶尖人才，谁可以走得更远？不是我说霍晨星，你就只能躲在女人背后寻求庇护是吧？若雪这样的极品跟了你啊，真是暴殄天物。也不知道你这废物给他下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。若雪，我们俩才是门当户对，考虑考虑跟我在一起，这样我就不计前嫌，怎么样？顾少，人家还在这儿呢。滚蛋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哼！若雪，考虑考虑，今晚江城5星级酒店随便挑啊！这下完了，谁能忍得呀？我这妈！呀！还好我儿子他没有动手啊！这在公司门口打人了，会被开除。我说老头，你瞎呀？这还没动手？保安呢？快把他拿下！我去，这是祸事，在这没人管的吗？没人管的吗？不管是吧？没人管是吧？没人管，我管，滚开！董成，住手！爸，你可算来了吧？哎呀，明俊，你在闹什么？这可是霍氏集团总部，不要命了你！不是，他们欺负我，他还打我。你这搞得这么难看，不会叫保安啊？不是，这保安好像是聋哑人。怎么可能？集团的安保部门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。过来。你好，顾经理。你去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，再胖揍一顿，让他们知道欺负儿子的是什么下场。我打他们呢？不然呢？难道让我亲自动手吗？我一个月就几千块钱，你让我做董事长，你怎么不让我打孙悟空啊？阿爸，你看这个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是聋哑人吗？什么情况啊？哎呦，顾山河老同学，你是老班长霍振海？哎呀，是我呀，山河，20多年没见了吧？这摊位是你的？对，是我的呀，正宗的西北特色凉皮啊，要不你尝尝？我尝你大爷！打我儿子的是你儿子？没人打你儿子呀！放屁，他们都看到了啊！啊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！谁能为我儿子作证？你们，哎呀，山河呀，既然他是你的儿子，这不就是把水冲了龙王庙了吗？小孩子吵吵闹闹，小误会。我儿子说谎不成？你儿子把我的摊儿也给收了，你看我这生意现在没法做了呀！你个破摊位，就跟我儿子相提并论！你不行，不能在公司门口闹事，不然会被处分的。但要是这么算了，岂不是太没面子了？看在老同学一场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不是爸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们欺负我，他们。哎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以霍氏集团高层的身份命令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以后不许在这里摆摊。行，我这就换到别的地方去啊，老同学。别他妈管我叫老同学，我都替你丢人。咱们班40几个同学，不是公司白领就是社会精英，怎么出了你这个败笔呀？咱们的班级都被你拉低了呀！哦，不是拉低了整个学校的脸面。看你混，40几岁了还出来摆摊，我要是找个没人的地方上吊死了。秦总，查到了，这个顾山河根本就不是什么高层，只是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。怪不得我不认识，这种人到底是谁招进公司的？一定是靠着谁的关系走后门进来的。去查清楚，一定要斩草除根。是董事长，董事长看在同学情分上，把他留在公司的，赏他一口饭吃。这老货用人不贤，该骂。老同学，你这话也别说的这么难听啊！你混得再好，可你儿子这大学不也是自费的吗？我混得再差，我这儿子高考还是个理科状元呢。那又怎样？有我在，我们两家的孩子就是云泥之别。你家的小废物还在公司看别人脸色，而我的儿子可以在霍氏集团横着走，因为我是霍氏集团霍董事长亲自点名的云路之巅的霍氏集团高层，我在霍氏掌控着生死大权。哦，这么说你跟这儿的董事长交情很深呐？那当然，我们可是800之交，过命的兄弟。哎呀，我好像不太信你不？哎呀，爸，
你要我说，就别跟他们废话。你这么大的权利，直接把他废物给我开了。我在公司看到他就心烦，他碍我一眼，这王八犊子！我一个小小的经理，哪有权利干涉人事部的事儿？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把他开除了，你不就少了一个端茶倒水的？这点想法怎么还不成熟？也是啊，爸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哎，别耽误事儿了，赶紧去报道。爸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把他摊儿给他。不对，兔崽子，可别给我惹事儿了。我哪见过什么董事长啊？别连累我，回头把我也开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咱们家大业大的，跟这个臭摆摊的计较什么？也是啊，狮子怎么会跟一群野狗计较啊？我们走。哎，你好了，陈星，别因为这些人影响心情。第一天上班要有个好的情绪。儿子，很快爸就会向你坦白身份，再忍忍。好，若雪，我先去报道了。爸，今天委屈你了。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叔叔，我帮您一起收拾吧。我自己来弄吧。什么？怎么就给我安排个保安呢？小星，恭喜你啊！一入职就成了部门经理。我也没想到秦阿姨能在霍氏集团上班，以后请您多多关照。咱们什么关系啊？以后在公司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开口。原来他霍晨星能来霍氏也是走了后门的。他竟然给一个老女人做小白脸，怪不得他能坐上经理的职位，还满嘴的仁义道德。切！先不用着急报道，我先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。好。这个霍晨星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，怎么都想着靠女人？妈的，老子长得不比他帅，怎么没女人贴着我呀？切！英俊啊，领到工牌了。爸，你怎么就给我安排个保安呢？我话都放出去了，我是霍氏的经理，让我去看大门，我丢不丢人啊？我这个权限能给你安排个保安做做就不错了，谁让你自己先把牛吹出去了？我这不是想着先让你在基层锻炼锻炼年轻人，先磨磨性子。那个霍晨星一入职就是经理，凭什么呀？什么？那个臭摆摊的儿子竟然是经理，岂不是跟我平起平坐了？爸，你说话呀，爸！那我就给他来一个狸猫换太子，撂他一个摆地摊的也没啥能耐，让你说理的地方都没有。爸有办法，跟我来。忙着呢，老魏。哟，什么风把顾经理吹来了？这不是嘛，我儿子呀入职到咱们霍氏了，但就分到个保安的职务。我寻思着，您能不能给调一下？就你儿子这个成绩啊，能当保安，那都是因为咱们保安部门实在是缺人，调不了。呀，你看，我老顾怎么会让你为难，不是？几个意思啊？哎呀，今天啊入职了一个霍晨星，没身份、没资源、没背景，你看能不能把他跟我儿的岗位换一下？这经理的位置事关重大，得加钱。我的职位怎么可能只是个保安呢？我明明入职的是部门经理啊！你爸是谁啊？我入职什么岗位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这关系可大了。我爸是公司楼下摆摊卖凉皮的。啊，你爸呢在公司楼下摆摊卖凉皮儿，你呢在公司门口当保安，多好啊！你们父子之间还相互能有个照应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你爸要是个摆摊的，你就得当保安；你爸要是个董事长，别说当经理了，我给你当坐骑都行。可是你爸他就是个摆摊的呀。怎么，你没投个好胎，还怪上我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要能干，就穿上你的工服去门口站岗；你要是干不了，门就在那儿，慢走不送。我可是通过了层层考核，以笔试、面试全部第一的成绩进入公司的，就凭你一句话就想让我去站岗，我不认！不认也得认。哟，顾经理，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刚毕业就成为我们霍氏的经理，你看看，这才叫年少有为，还不是托您的福啊！哎呀，不像某些人整天吹嘘自己，我第一名，我第一名，
结果还不是，哎呀，看家护院，是吧？保安同志，你怎么知道我当的是保安呢？还有，你托他的福，什么意思啊？这白痴嘴上怎么也没个把门的？我们高层跟高层之间的对话，你无权过问。赶紧去门口站你的岗，晚1分钟我扣你工资。我不去。老霍，今天你和小星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要不然让顾家的那2个蠢货消失。其实吧，他们的出现刚刚好。小星现在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人，留着吧，就当给小星最后的历练了。小星还真是可怜啊，明明是江城首富的儿子，霍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却还要在底层一步一步的摸爬滚打。话说，老霍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星坦白我们的关系啊？兰儿啊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进来不知道敲门吗？不好了，董事长秦总，少爷的职位被人抢了。什么？真是疯了！是谁？还不是顾家这对父子。你知道？自从小星在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！要不是我开放了系统，还有谁能够在人事名单上动手脚啊？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我可不能让小星被欺负得太惨，我去帮帮他。别露馅了。别推我干嘛？霍晨星，你少在这里撒野！你要再无理取闹，这不是我们班霍晨星吗？我就找保安把你从楼上扔下去！怎么敢跑到霍氏来闹事？不行，我得给他拍下来。我不信了，偌大个霍氏公司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？我要见你们领导，我要见你们董事长。不是，你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到董事长？我告诉你，我在霍氏整整5年，我都没见过董事长。那位在江城宛如天花板一样的存在，就你这点破事儿，你还想见董事长？你在痴人说梦吧？可我明明以部门经理的身份入职霍氏公司的，你们偏偏给我安一个保安的头衔，还要我息事宁人，这什么狗屁道理？道理啊，道理就是我们这样的上位者编排的。霍晨星，就像你一样，明明成绩优异，却只能当个看家护院的。而我，你们口中的不学无术，偏偏却可以一步登天。要怪呢，就只能怪你那无能的老爹，让你一出生就注定只能做个牛马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再侮辱我爸一句。我爸每天早上去做装卸工，白天送外卖，晚上去摆摊，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。他在我眼里是最伟大的人，怎么在你们嘴里，他就是个最无能的人了呢？太感动了，真是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呀！难怪我闻你身上有股酸臭味，原来根儿上就是个穷鬼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原谅我在这么严肃的话题下啊，不应该笑场啊。但是我真忍不住啊！你不会真的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成为人上人吧？寒门贵子，那只不过是你们父子俩一厢情愿的梦罢了。现实就是你们这样只是繁华都市里阴暗角落里的老鼠，像蟑螂，像垃圾。如果霍氏公司都是像你们这样的人，那这个工作我不要了吧？魏经理，今天来入职的人员分配表已经做好了，您过目。魏经理，快把电脑抢回来，不能让他看。霍晨星，你不是不屑于来这里上班吗？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，我才是入选部门经理的那个人。我要向大家揭发你们丑恶的嘴脸。找到了，霍晨星，把电脑给我放下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才是那个应该当部门经理的人。喂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上面明确写着你入职的岗位就是保安啊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
老魏，这么做会不会有风险啊？本来啊，私自调换人员岗位风险确实很大，可是你说巧不巧？今天呢，我们人事部的系统维护可以随意调换所有人员的名单，只要我把你儿子跟霍晨星的名字这么一调转，不就铁证如山，万无一失了？霍晨星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呀？你的岗位大家可都看到了，你还有狡辩的必要吗？一定是你们动了手脚。秦姨明明告诉我的岗位是秦姨，就是那个包养你的老女人吧？还有瓜可以吃，洛晨星居然是被包养了，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。什么包养？秦姨是这个公司的高层，是我爸爸的朋友。咱们公司有高层姓秦吗？我们公司的中高管部门里也没有姓秦的女人呀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是董事长身边那位。那可能就是普通职员，不是什么管理干部。那么高的存在，怎么可能是一个臭摆摊的朋友啊？哎呀，霍晨星啊，没想到你连入职一个保安都要走后门，没必要吧？我们毕竟是同学一场，这样，你只要跪下给我磕个头，我还是能赏你个保安做做的嘛。何必要委曲求全，去陪一个老女人上床？恶不恶心啊？我都替你臊得慌。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来，各位，给你们看看，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。小星，恭喜你啊，一入职就成了部门经理。我也没想到秦阿姨能在霍氏集团上班，以后请您多多关照。咱们什么关系啊？以后在公司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开口。赶紧发微博发朋友圈，这个新闻太炸裂了。小雪，小雪，爸，这就是你那个男朋友霍晨星吧？爸，怎么了？你看他做的好事，现在外面都疯传了。本来明天是你俩的订婚宴，我看这婚也没必要再结了。我把你扔到楼下，我要见你们董事长。你们断章取义，颠倒黑白，利用职务之便随意调动岗位，这霍氏公司没有能管得了你们的人吗？你们欺人太甚了！哎呀，虽然不得不承认，认识他是我这辈子最丢人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他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在上学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无恶不作，旷课、撒谎成性，甚至还偷东西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么能胜任公司保安这么重要的职务呢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再步步紧逼呢，肯定会显得我有些欺负人了。这样，该怎么定夺他，交给大家定夺。他这个人看着挺老实的，不像是你说的那种人。是啊，搞错了吧这个？我能证明。张黎黎呀，黎黎，你怎么也来霍氏上班了？是呀，不过我只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职员，以后还要请你这个大经理多多关照呢。你说你能证明，你凭什么证明啊？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，这个人就是我们班级里的蛀虫。霍经理刚才说的只是他种种恶行当中的其中一部分，我们全班同学都可以作证，所以仅仅把他赶出霍氏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这种人如果沦落到了社会上，岂不是个祸害？倒不如我们给他安个罪行，把他扔进局子里，省得他再祸害社会。不是这样的，张黎黎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来诽谤我呢？你都沦落的陪那个姓秦的老女人上床了，还怕什么诽谤啊？我有那么老吗？我有那么老吗？哟，你就是那个包养霍晨星的老女人吧？别说，长得倒是挺漂亮，可惜眼瞎了，看上霍晨星这么个货色。哎呀，魏经理，公司有这种爱搞裙带关系、乱插人的蛀虫啊，你也不管管啊？今天他敢安插一个保安，明天他就敢安插一个经理。我们呢，要把这种爱走后门的这种风气啊，扼杀在摇篮里。你看，这死到临头了还敢笑呢？魏经理，开除他。老魏，
孩子跟你说话呢，怎么不回啊？秦总，小的不敢呀。什么？秦总？他到底是什么职位啊？怎么都称上总了？他是霍氏的总经理，董事长不在，他的职位最高，你就等着受死吧你！什么？总经理？那我不是完蛋了？小星，他们刚打你了对吧？哪只手打的？秦爷，我没事儿。我说哪一只手打的？右手。自己想办法弄断，算工伤。是，秦总，属下的这个职位保不保得住啊？人事部，人事2个字拆开，人字在前，事字在后。先学会做人，再学会做事。你连做人都不会，怎么做事？秦总，您就看在我为公司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等我胳膊接好了，您就让我去扫厕所。只要您满意的话，我再回来转正，行不行？哎，谢谢秦总，我这就去把胳膊弄断。哎，都怪你，害我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个小秦岚也太宠着小星了，哎，这样会把她宠坏的呀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霍晨星是我朋友的孩子。我这个人呢，也不喜欢搞什么裙带关系，平时把他当普通同事对待就行。如果他在公司能做到什么位置，也是靠他自己的能力，跟我毫无关系。还有，我会聘请新的人事部经理来公开霍晨星的入职考核成绩，来证明他绝非什么关系户，而是靠自己的能力通过考核，成为霍氏部门经理。咱们集团姓霍，他也姓霍，真不是集团的太子爷下基层来历练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大家别误会啊！我爸真的就是公司楼下一个摆摊卖凉皮的。如果各位想吃凉皮的话，可以到时候提我的名字，打折。小姑娘，刚才做伪证的是你吧？秦总，我真的不知道您和陈星是这种关系。如果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你就可以做伪证了吗？如果他在公司没有靠山，你们就可以冤枉他，把他赶出公司了吗？看来以后霍氏的考核标准要更倾向于人品。秦总，我错了，我好不容易才入职的霍氏集团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让我去跟魏经理扫厕所也是可以的。你的心比我们公司的厕所还脏，怎么放心让你去扫呀？只是把你清理出霍氏，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不仅霍氏会开除你，我还会通知江城的其他企业，把你拉入黑名单。不要啊，秦总！陈星，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你替我说说话呀！求你了，陈星。秦爷，小星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心慈手软。你爸爸难道没有教你慈不养兵，义不守财的道理吗？不要给敌人第2次反击你的机会，要一击毙命，不留后患。没有秦爷，我只是觉得您这件事儿做得特别靠谱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哦，对了，秦爷，您居然是霍氏集团这样的高层啊？那您是怎么认识我爸这种？如果我要是告诉你，我和你爸不仅仅是朋友，是……秦总，董事长有话交代给您。这个老货真是没完没了。秦总，我还年轻，放我一条生路，下半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。给我当牛做马，你还不够格，你还留在霍氏。什么？我还留在霍氏？小星，这是林氏集团订婚晚宴的请帖，你记得去。到时候我们霍氏集团的董事长也会亲自到场。林氏集团的订婚晚宴，那不就是我的订婚晚宴吗？看来我爸在霍氏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一个堂堂的人事部经理都被打断胳膊去扫厕所，
我竟然安然无恙的留在霍氏。我爸真的是力挽狂澜啊！一定是我爸亲自去和董事长打招呼，这个秦总也不敢把我。霍晨星，哪怕你有秦总这样的关系撑腰，我不是还是完好无损的站在你面前吗？气不气？在这种绝对的实力面前啊，你那种关系都靠不住。你记住了，只要我还在霍氏一天，你就永远会被我踩在脚底下。那就各凭本事喽。哼，哦，对了，你收到了林氏集团的邀请函吧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若雪的未婚夫不是你啊？当然了，那么大的一个家族，怎么可能会选一个摆地摊的儿子做他女婿啊？只有像我这样的财阀富公子，才是林家的最优解。你要是有脸去，我就会在订婚现场抱着若雪羞辱你，让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异多么难以跨越。哈哈哈！你要是有脸去，我就会在订婚现场抱着若雪羞辱你，让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异多么难以跨越。哈哈哈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怎么会以嘉宾的身份出席订婚仪式？若雪，难道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吗？为什么要把那个人渣留在公司啊？哎呀，你都把小星宠上天了，我要是再不给他一些阻碍的话，这么多年的布局那不就白费了吗？以后可不能这么惯着小星了。那林氏的订婚晚宴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给小星上的最后一课，我会在晚会上公布她的身份。我这20年的鸡娃计划也该正式收官了。这颗人参，我可是花了半年的奖学金买的。虽然我们家穷，但这毕竟是第一次见若雪的父亲，不能失了礼节。这是我爸爸教我的。爸，哎，儿子，你来了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这不收摊了，就找个兼职呗。这家的主人特别大方，给的薪资是平时的3倍呀。爸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工作之后，您就不用这么累了。您说您白天摆摆摊就算了，干嘛晚上还要来兼职呢？我现在在霍氏公司的工资挺高的，您以后啊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老爸这不是闲不住吗？哎，这是你给若雪的父亲准备的礼物吧？是啊，您不是说给人送礼不能太小气吗？所以我就特地买了颗人参，花了好多钱。没错，咱们的民族啊，最重的就是礼节呀。这送礼啊，讲究的就是个人情世故啊。在送礼这方面，千万可不能马虎。来，爸来给你看看你准备的礼物啊。哦，好。哎，那是若雪下来了。若雪？哎，那是若雪下来了吗？若雪？董事长，这是林家当年送给您价值连城的青玉翠环，只要林家的人看到这副耳环，一定就会认得小星的身份的。爸，若雪没下来啊？哦，那是爸看错了。哎，东西你拿着。哦，爸得干活了，要是被雇主发现我偷懒，就该扣我工钱了呀。哦，好，那您先忙啊。儿子，过了今天，你就再也不用吃苦了。而负你之人，我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若雪，你是不是还想着霍晨星那个窝囊废呢？你在微博发的东西是真实的吗？霍晨星那个混蛋害我丢了工作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当然了，他骗你骗得好苦啊，说什么凭自己本事入职的霍氏集团，没想到是靠身体上位，把自己出卖给了一个老女人，还在你面前表现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想想都觉得恶心。
我知道你一直难以接受，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呀。我身为你的闺蜜，当然是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你啊，总不能让你被这个渣男玩弄吧？别说了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有所隐情。陈星不是这种攀龙附凤之人，我也相信他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的。不能让若雪原谅他，不然我的所作所为一定会被霍晨星揭露的。那样的话，我连林若雪这仅剩的靠山都丢了。若雪，他绿你的事实都已经铁证如山的摆在那里了，你怎么还是相信他呀？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！我让你闭嘴！你再敢说陈星一句废话，别怪我翻脸。怎么办？他也太信任霍晨星了，我还得找机会污蔑他，否则我在江城就彻底混不下去了。哎，若雪！江城顾家家主顾山河携公子顾英俊前来赴宴。哎，江城什么时候有个顾氏家族啊？这个顾山河听说是霍氏集团的高层，但是关于他们的家族背景，我也不是很了解。能在霍氏集团的企业里做高层，乃是人中龙凤，在江城乃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我过去招呼一下。您去。您好，您好。小女的订婚晚宴，怎么还惊动了顾总这样的大人物啊？带来这么厚重的礼物，破费了啊！那尊玉观音不就是前阵子在拍卖行上拍出5亿天价的国宝级古董？这顾山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实力。还有那座金佛，之前被一个神秘富豪花高价从博物馆请了回去。难道这顾山河就是传说中的神秘富豪？我还一直以为是霍氏集团霍董事长呢。玉观音一尊，金佛一座，不成敬意。林叔叔，像您想的。哎，这2尊佛像好像我们家佛龛里供奉着的呀，怎么在他们手里？初次见面，这么贵的礼物，那就未免。若只是见面礼啊，我顾家也没这么豪气，出手如此阔绰。可若是作为聘礼，不知林董事长你意下如何呢？聘礼？聘礼？这是我顾家向你林家提亲的聘礼。顾总出手如此阔绰，看来这实力还真是深不见底呢。这林家要是能跟顾家联姻，实力定能更上一层楼，很有可能啊，就直接跻身进江城一流家族里了。国父，若是嫌这些聘礼不够，我再让下人准备便是。来人啊！不轻了，不轻了。顾总，钱不钱的都不重要，我们顾宁两家强强联合，携手走向更高的舞台才是重中之重。能有顾家这样的势力做靠山，眼前这点利益算得了什么？早些结了亲家才是重中之重啊！给二位介绍一下，这是贱内。哦，是伯母啊！早就听若雪说您端庄典雅，今日有幸相见，果真是气质非凡呢。瞧瞧，这孩子真会说话呀！哎呀，亲家母，不知若雪怎么没见呢？若雪呢？哎，若雪，你过来。爸妈，快过来见见你未来的公公还有未婚夫。他什么时候成为我未婚夫了？人家这聘礼都送来了，你这丫头好生无礼啊！第一，他们想送什么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不稀罕。第二，我有男朋友，不需要什么未婚夫。你说的男朋友不会是霍晨星吧？若雪，你怎么就那么执迷不悟呢？他根本配不上你。我配不配得上若雪，不是你们说了算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来赴宴的都是有邀请函的人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老林，我说你这安保工作到底是怎么安排的？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？叔叔阿姨，我是凭着邀请函光明正大的走进来，就凭你也配拥有林氏晚宴的邀请函？在座的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最差的也身价过千万。你说你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，谁信？怕不是连邀请函都是伪造的吧？叔叔，是真是假，你一看便知。不用看了，所有邀请函都是我写的，至于有没有你的份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叔叔圣明，
事无巨细啊，严格把控每一个受邀的嘉宾，不然还真就让他蒙混过关了。那是，今天是小女订婚的重要日子，可不能有一丝差池啊！还愣在这儿干嘛？被戳穿了还不赶紧滚出去！难道说秦一送的邀请函是假的？不会呀，他没理由骗我的呀。这封邀请函绝对不可能是假的，还请叔叔亲自检验一下。没工夫听你浪费口舌，出去！爸，陈星是今天订婚宴的男主角，不需要邀请函吧？就凭他，亲家少和他废话，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放开我！你们住手！你给我闭嘴，拖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等等，这是送给霍氏的邀请函啊！送给霍氏的邀请函，这真的假的呀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上面还有我的印章。可是什么？你倒说呀！我给霍氏只送去了3份邀请函，其中1份是给董事长的，另外1份是给秦总的，还有1份是给霍氏太子爷的。那这怎么在他手里啊？这是林氏集团订婚晚宴的请帖，你记得去。我怎么知道？压根也没想到霍氏集团他会派人来，可这明明就是霍氏集团的邀请函啊！那他一定是通过其他手段，可能是他偷的。霍氏的邀请函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种人手里？一定是他偷来的。竟敢偷霍氏的东西，只要被查出来，我们林家都会被他连累。把他给我带出去，撇清和我们林家的关系。这要是霍董事长震怒，我们这小小的林家可担待不起啊！还不动手？放开我！把你们的脏手给我拿开！爸，陈星现在是霍氏集团的经理，邀请函在他手里，也许另有原因。你若是贸然动了霍氏集团的人，一样有可能会迁怒霍董事长。什么？他是霍氏集团的经理啊？没错，今天刚刚上任的，货真价实。不对，我今天刚看发布的一个新的视频，他不过是霍氏的一个小小的保安，他的经理是假冒的。顾总，您是霍氏集团的高层，您看他这个经理是假冒的吗？霍氏经理的身份事关重大，我若是信口开河，他日追究起来我也难辞其咎啊。我们的级别差太多，我也不是很清楚他的身份是否造假啊。那英俊，你和他一同入职啊？他的职位是什么？你应该清楚吧？他有秦总的口实，我继续诽谤他，恐怕会引来秦总的怒火，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伯父，我刚到霍氏集团，很多情况我都不了解。视频是他录的，他一定清楚。我被霍氏开除，又被江城所有的企业拉入黑名单，只能讨好这些财阀世家，寻找一线生机了。这时候若不站在顾少这边，恐怕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没错，视频是我录的，他霍晨星就是假冒的经理身份。张黎黎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啊！闭嘴！你还敢威胁证人？张黎黎，你确定你敢为你说的话负责吗？我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，他的经理身份就是假冒的，而且被当众戳穿，他在霍氏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听见了吧，各位？一个假冒霍氏集团经理的人，怎么可能获得如此珍贵的邀请函？闹剧到此结束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把他给我丢出去！你们放手！陈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若雪，你糊涂啊！怎么事已至此，你还在帮他？我是亲眼看到陈星收到了霍氏集团的入职邀请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陈星入职的是经理的职位，还有霍氏的盖章。反省各位，放眼整个江城，谁敢伪造霍氏的文书？没准他贼胆包天，为了进霍氏不择手段呢。我和陈星在一起4年，他的人品我比谁都清楚，还轮不着顾少替他立人设。若雪，你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得罪霍氏这种事儿，宁可放过1万，也不能错杀1个。另外，若雪这孩子从不撒谎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客，无非是多加1副碗筷，不要再因为这种小事情影响今天的晚宴。伯父，霍晨星他……好了，英俊，今天是若雪的订婚晚宴，吉时快要到了，别耽误了正事。我只是个霍氏的经理，因为有董事长亲自引荐我，才能在江城造势，把自己包装成名门望族。可是我们家那仨瓜俩枣，只能蒙骗着和林家这样的豪门联姻，才能跻身成为真正的大家族。
要赶快把生米煮成熟饭，才免得夜长梦多呀。亲家，您看这订婚仪式，那就事不宜迟。爸，你要是自己不嫌弃，你自己加入顾家好了。爸，你要是自己不嫌弃，你就加入顾家好了。你放肆，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妈，难道是你想嫁进顾家？哎，你看我不打死你我！叔叔，这个年代讲究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，包办婚姻这种糟粕早就被剔除了。若雪想嫁给谁，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。陈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霸气的一面呢。你有理是吧？那我问你，顾总是霍氏集团的高层，身价几十个亿，能满足若雪后半生所有的物质需求。你呢？你爸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爸是摆地摊卖凉皮的。一个卖凉皮的家庭，竟还厚着脸皮要娶我的女儿。摆地摊卖凉皮怎么了？虽然我们很穷，但是我爸从来没让我饿过一顿，他也没给我少买过一本书，他也没让我少上过一天学。这20年来，我活得很充实，很开心，很幸福。我认为我拥有一个最优秀的家庭教育。我3岁就开始学书法，5岁熟读4书5经和24史，8岁我通读了国内外所有的名著，10岁我拿了全国道书冠军，13岁我获得了文学终身成就奖，17岁我凭借着全国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科尔斯顿学院，并包揽了4年的全额奖学金。毕业之后，我顺利进入了霍氏集团，当上了经理。我的10年寒窗，怎么就比不上他们3代从商了？叔叔，这个就是一个摆街摊儿、卖凉皮的男人教育出来的孩子。您认为我还够格？闺女啊，你之前也没说你这男朋友这么优秀啊。因为我相信陈星日后会有更高的成就，所以之前的小事就不值得一提喽。若雪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应该的。这，把你脏手给我放下！我们家今天准备了价值连城的聘礼，你呢？空手来的。这就是你那卖凉皮的老爸教育出来的好儿子。读书好有什么用啊？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懂。在社会上，讲究的不是比谁分数高，讲究的是人情世故。谁说我没带礼物了？你这个穷鬼能拿出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个是我送给叔叔的礼物。叔叔，我刚入职没多久，所以手头并不富裕。虽然礼物并不贵重，但是代表我一番心意，请您笑纳。我就说你这个穷鬼能拿出什么好东西吧？一个破耳坠，你也拿得出手啊？赶紧滚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啊！若水啊，这霍晨星只可能是因为你的家境才对你死缠烂打的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没有别的本事，花言巧语肯定是一套一套的。你之前着了他的道也正常，但今天他拿着一只破耳坠就想娶你过门，这和空手套白狼有什么区别？行了，既然胜负已分，也没有必要在这看一个小丑丢人现眼吧。仪式开始吧，你可以滚了。慢着，怎么可能？这只耳坠……霍晨星，你看你送的破玩意儿，把伯父气得话都不会说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我赶紧找地方钻进去。怎么可能是耳坠？我明明准备的是一颗人参啊！打死你个不孝女！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不是，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伯父，你是不是打错人了？这一巴掌，你应该扇的是霍晨星啊！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只青玉翠环只有一对，当今世界上没有第3只啊！伯父，您认识这耳坠？是啊，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我父亲当时还活着，我林家遇难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，险些被灭族。我父亲找到了当时还年轻的霍氏集团董事长，寻求帮助。霍氏董事长帮助我们林家渡过了难关。我父亲感激涕零，想借此机缘和霍家结为娃娃亲，
并送上我家传家之宝青玉翠环其中一只作为信物。可是霍氏看不上我林家小门小户，勉强接受其中一只青玉翠环。所以说，您的意思是，那对青玉翠环一只在您这儿，另一只在霍董事长那儿。所以我要收拾这不孝女，肯定是你从家里偷出来送给霍晨星的。爸，我怎么会做出偷东西这种事情？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吗？若雪，若是以你的人品，那自然是不会偷东西的。可是这霍晨星啊，人穷志短，没准就是他鼓动了你啊，偷自家的东西，再去借花献佛。哎，这个霍晨星，你人心可诛啊你！若雪，你看看你和霍晨星在一起之后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近朱者未必赤，可近墨者必黑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都冲着我使劲儿啊？若雪，先别激动，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有蹊跷。这都快真相大白了，还有什么蹊跷的呀？赶快认罪伏法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林叔叔，如果您真的想验证这只耳坠是不是我偷的，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，您回去看一下，那只耳坠还在不在？对，说的也是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你自己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就算了，你还想带坏若雪，你真的是……你真的好聒噪啊！能闭嘴吗？能。装耳坠的盒子在这儿。林叔叔，赶快打开来看看，这里面一定是空的。霍晨曦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是啊，林叔叔，打开看一下，就真相大白了。这也没丢啊！对呀，还在呀。这怎么可能？那霍晨曦那只哪儿来的？爸，您是不是该跟我道个歉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只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被霍晨曦调包了。好一招偷梁换柱啊！你小子心还挺细，惯犯了吧？这只耳坠是林家的传家宝，是真是假，林叔叔不知道吗？林叔叔，你快看看，这只耳环一定是假的。你可闭嘴吧！半天一件事你也没蒙对，这只是真的，这两只都是真的。什么？竟然两只都是真的？我这实在找不出理由诽谤他了呀！爸妈，事已至此，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了吧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呀！他霍晨曦是被霍氏的秦总包养，而秦总是董事长身边的人，一定是秦总从董事长那里把青玉翠环给偷了出来，然后送给了霍晨曦。一定是这样，就是那秦岚偷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两家的信物，霍董事长一定会把青玉翠环交给太子爷妥善保管，怎么会被轻易偷出来呢？还有一种可能，霍晨星有霍氏的邀请函，他手里又拿着董事长的信物，他也姓霍，难道说霍晨星就是霍氏集团的太子爷？难道说霍晨星就是霍氏集团的太子爷？嘿嘿，怎么可能呀，亲家伯，我和他爸是老同学，他爸就是一摆摊卖凉皮的，怎么可能和霍董事长扯上关系呢？我爸和霍董事长那是八拜之交，过命的兄弟，就那霍氏太子爷都是我爸看着长大的，那是不是霍晨星，我爸能不知道？什么？顾总居然和霍董事长是八拜之交？那还不是霍氏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啊！原以为顾总只是有钱，没想到还有那样的背景。那顾总岂不是今日到场之人中最顶尖的存在？一定要引起顾总注意，跟他攀上关系，以后定能在江城如日中天。这小子怎么当着众人的面吹这么大的牛啊？这要是传到董事长的耳朵里，我岂不是要我说，这件事就只有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秦岚伙同霍晨星盗取青玉翠环，假扮霍氏太子爷夺取大家信任，骗回若雪，然后积攒实力，架空霍氏谋权篡位。顾英俊啊，就你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你不去写小说真可惜了呀！少扯了，被我戳破了是不是？无法反驳了是不是？今天在座的各位无一不在霍氏集团的庇护之下，都受过霍老爷子的恩惠，所以我烦请各位替霍董事长铲除这个败类。
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，能和霍董事长搭上边，一会儿咱们一定好好表现表现。是啊，没准儿帮着董事长铲除这个败类，就会得到董事长的重用了。可是这孩子看着可憨厚了，不像是鸡鸣狗盗之徒啊！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能放过这一个。就是，如果他真有狼子野心，除掉他也是大功一件。即便错杀了，他爸也只是一个卖凉皮的，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你们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妄下定论呢？都给我停下！大家可不要错过这个天赐良机啊！回头啊，我让我爸替大家在霍董事长面前美言几句，这前程不就来了？除掉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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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安静一点！爸，你快走，这危险，走走。哎，爸要真走了，你才是真危险。有爸在，没人敢动。哟，老霍，你好大的口气！看你穿成这样，是来做服务生的吧？这就是霍振兴的父亲。没错，我便是霍振海。霍振海，听这名字好熟悉啊！当然耳熟了，这个呀，可是远近闻名的凉皮大王。没错呀，这老霍呀，别的本事没有，那做凉皮可是一绝呢。小林呐，你这交朋友的本事着实不怎么样嘛。这什么人都能来你林家的晚宴，是不是你父亲走了以后，你们林家就不复往日的光彩了呀？这个人的气场好强啊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这不是你叫谁小林呐？伯父今天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，不是把我们这些名门望族请过来，而是让你这种人都能放进来做服务生，真晦气。江城的服务业没有人了吗？让你这么一个老帮菜在这儿碍我们的眼。我让你说我爸，我这一个踹我弄死你！我好了，好好的晚宴被你们给毁了。那个霍振海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替我儿子作证，这青玉翠环不是他偷的，是我让他带进来的。哦，原来是我爸动的手脚。我说怎么一颗好好的人参突然变成耳坠了？你说青玉翠环是你让他送过来的？难道你是？原来那青玉翠环不是秦岚偷的，而是你偷来的。这罪魁祸首还自投罗网了。诸位，真凶已经认罪，还请诸位将这父子二人一同拿下。谁说是我偷来的？这青玉翠环是当年林老爷子赠予我的信物。怎么可能？那是林老总送给董事长的东西。难道你就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？怎么，我看着不像吗？你像个屁！你是不是霍氏集团董事长？我爸能不知道？我和你爸呀，确实挺熟的。不过他狗眼看人低，辜负了我这个念及旧情的老同学呀。虽然我没见过董事长，可这霍振海、华成辉我都认识的，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一定在这儿装神弄鬼，妖言惑众。霍振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仅窃取青玉翠环，还在这里欺世盗名，假冒董事长，你可知罪？大家听见了吗？他根本不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爸他能作证。这父子俩确实挺聒噪的，一个小小的青玉翠环，我还需要偷吗？要不是林老爷子当年硬塞给我，我还不稀罕要。你可别吹了，还小小的青玉翠环，你卖8辈子凉皮也买不了1只，这可是林家的传家之宝，起价超1个亿。你知道1个亿后面有几个零吗？1个亿，几个零，我确实懒得查。不过，这一个青玉翠环你就视如珍宝，的确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啊。那你倒是拿出比这耳坠更值钱的东西啊！拿不出东西，还在这装帅，我看你就是典型的人穷志短啊！谁说我拿不出来啊？哎，爸，我们没必要跟这种人攀比。再说了，我们家也确实拿不出来比这更值钱的东西了。哟，这方面你儿子比你有自知之明多了。老家伙，我倒要看看
你能死撑到什么时候？儿子，你对咱们家的实力一无所知啊！你家有什么实力呀？我们家随随便便2个佛尊，加起来就几个亿了，这还是汉朝的宝物，这个才叫实力。巧了，呵呵，这2尊佛像我家里也有。来人，把佛像请上来。哼，就你家那些破烂玩意儿还用请啊？你是在拾荒的时候捡的，还是在摆地摊的哪个地摊上溜来的呀？看一看不就知道了。这怎么一模一样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们这一家子为了攀龙附凤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特地准备了2个一模一样的赝品来滥竽充数，但是好巧不巧，真的就在这儿。今天是你们自己往枪口上撞。小林呐，我知道你的父亲是靠古董出家的，你或多或少也受到一点真传，不如你先长长眼，再下定论。虽说这老货送来的一定是赝品，可我送来的也不是真货呀，不能让他看，看了就露馅了。我看没那个必要了吧？一个卖凉皮的，怎么可能是真品？做古董生意的，讲究的是去伪存真。让我把这堆赝品砸了，免得再流入市场，祸害更多人。慢着，就这样盖棺定论，也有失我古玩传承的风范。就算是长长眼，也耽误不了几分钟。让我瞧瞧。爸，你就放心的让伯父看吧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我爸今天怎么这么爱出风头啊？这不像是他的性格，一定是为了我和若雪的婚事。爸，让你费心了。不过这人也丢定了。这皮壳，这沁色，不对。你看，我就说怎么可能是真品？赶紧把这个赝品砸了吧！是真品！不，岂止是真品，是国宝级的古董啊！能见此物，就是现在让我死，我也死而无憾的。这林叔叔看古董的本事也就一般啊，我家穷成那样，哪里去弄这样的宝贝？这怎么可能是真品啊？您再仔细看看。我家世代经营古董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性。这是打开门的真品，一眼真，根本就不用仔细看。那另一台呢？另一台一定是假的，你看看另一台。竟然是这座佛像！霍振海，你哪里得来的？哦，原来你是盗墓的！大家注意看伯父刚才的表情，这明显就不是从正常渠道拿到的宝贝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白天靠着摆地摊打掩护，晚上盗墓，不然这些宝贝你怎么解释？我儿子说的一点没错呀，你不去写小说，真是屈才了。这2尊佛像要是真品，那可是天价。你要是有这样的宝贝，还委身去卖凉皮儿，一定是盗来的，不敢出手，怕被公安调查。李总，赶紧打电话报警，把这个盗墓贼抓走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简直太聒噪了！什么盗墓啊？这是晚清流落于国外的国宝，一直陈列在大英博物馆。前些年听说被一个富商花高价给买了回来，怎么是地下的东西呢？神秘富豪？难道叔叔就是那个神秘富豪？不可能，若雪，我爸怎么可能是神秘富豪呢？你没吃过他做的凉皮吗？再说了，我从小到大在家里面就没见过超过2000块钱的现金，他是神秘富豪，鬼才信。可这2尊佛像又怎么解释呢？你还是先搞清楚这顾家父子的2尊佛像该如何解释吧。对呀，这2尊佛像都是传说中的孤品，怎么会有第2个呢？这老头真，我们家送的更真。糟了，要露馅了。不用看。为什么？这是我顾家送你的聘礼，身为江城顶级豪门，怎么可能会送来赝品？您要是看了，便是对我顾家的不信任，就是对我的侮辱。哼，这事件太蹊跷了，怎么会出现2套一模一样的成品？爸，你就让伯父看吧，看了之后大家也都放心了，不是？那我就长眼了。请。
这个逆子啊！我顾山河聪明一世，怎么就生了他这么个傻缺东西？顾山河，你居心何在？当然是满怀诚意来迎娶若雪的呀。伯父，怎么样？我们家的宝贝，保真吧？真个屁！连高仿都不如，实打实的工艺品，是新的，纯新的。伯父，我们顾家家大业大，怎么会拿旧东西来糊弄你呢？当然是新的了，您说是不是？你可闭嘴吧！你也知道是新的吧？这尊玉观音，哦不，什么玉观音？是树枝压出来的。树枝？什么是树枝？是什么名贵的材料吗？让你好好学习，你偏不听。树脂就是塑料。爸，你怎么能拿塑料来送礼呀？还有这金佛，原本就是黄铜做的，2件加起来还不到200块钱，你拿我林家找乐子吗？哎，我也是在古董行淘的，也是花了高价呀，我肯定也是上当受骗了呀。行了，别再狡辩了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你们走吧。你敢？我可是霍董事长过命的兄弟，今天这婚定也得定，不定也得定，否则我把董事长搬出来，把你们林家在江城除名，断了你们的生路。你还用强吗？你们这对仗势欺人的父子，今天我们老两口就算跟你们同归于尽，也不会把我们的女儿送进你们的火坑。那就由不得你们了。霍董事长可是江城至高无上的存在，这下林家怕是不从也得从喽。在江城，董事长说一不二，他下的命令谁敢不从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们林家的100年基业全毁在我的手里了。若雪，是爸爸无能，不能护你周全。儿子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霍董事长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绝对不是欺男霸女之徒，更不可能是这帮恶棍的帮凶。就算真如他们口中所说，他是个助纣为虐、强抢民女之辈，那他这个天，我也要捅个窟窿试一试。你好大的口气，敢挑战霍董事长的权威？想好怎么死了吗？男人这辈子只有3样东西要守护：一，脚下的土地；二，身后的父母；三，身边的爱人。如果连这3样东西都守护不住，还配叫什么男人？你一个卖凉皮的儿子，你把牛逼都吹上天了。来，你今天倒守护一个我看看呢。财阀世家又如何？海门学子又如何？生当若无凌云志，枉为男儿8尺躯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有我在，你们别想动我爹和林家一根汗毛。好小子！我爸穷养你20年呢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怎么厉害。诸位，我以霍氏集团的名义，以及霍董事长拜把过命的身份下个令，剿灭林家。有我霍振海在这儿，还轮不到你下令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就是你口中的结拜兄弟，霍氏集团的董事长霍振海。不可能！10年前，你欠了一身的赌债，你的妻子被迫和你离婚，你的母亲又身患绝症，你走投无路，跪在了霍氏集团的门口，祈求一口饭吃。可是你身无长物，不学无术，没有资格进入霍氏集团。是我破例收留了你，给了你一个没有实权，但工资比平均工资要高很多的虚职。怕的就是你的性格会祸乱了集团，而你不仅没有改过自新，反而骄纵跋扈，变本加厉呀！山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爸，您真的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儿子，一会儿我就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的。一个臭卖凉皮的，怎么可能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？绝对不可能！儿子，他刚刚说的一切，除了董事长，没人知道。他的邀请函和那青羽翠环，还有那2尊佛像，做不了。
骗人，都是骗人，都是骗人的！你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虚层？你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高层，你怎么会是赌徒呢？我们顾家是江城数一数二的大家族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佛像，佛像是真的，你们眼瞎，你们都眼瞎。若雪是我的女人，林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若雪，走开！放开我！把人给我扔出去！放开我！老子是江城第一富商，老子是霍氏集团董事长，我要把人都杀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们，都杀了！振海，求你看在同窗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我儿子问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了工作呀！罢了，我把你赶尽杀绝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去和人事部的经理一起扫厕所吧，我是不会让你们父子饿死的。谢谢董事长。吧。爸，您现在能给我解释一下您这么做的原因吗？顾英俊的样子你也看到了，你爸是穷人出身，你爸和你妈那时候是吃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苦才走到今天的。可惜呀，你妈她没有福气。记得当年你妈和我在一起吃苦的时候，导致长期的营养不良。你出生的时候，他就去世了。儿子，爸看了太多的富二代骄纵跋扈，不学无术，最后散尽家财，锒铛入狱呀！爸是不想你步他们的后尘，所以爸才一直瞒着这家族的身份。儿子，希望你理解爸的苦心的。陈星，你现在学业有成，身体健康，三观也好，这就说明叔叔的教育是成功的。虽然你苦了20多年，但是这也值得，不是吗？当然，我当然理解我爸的良苦用心，而且我也没觉得这些年我吃什么苦，只是什么？儿子，只要你想要的东西，爸一定会补偿给你。爸，只是您没必要因为我跟秦阿姨隐瞒了那么多年的恋情啊。其实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你们两个在谈恋爱，只有您以为您能瞒天过海。你这都知道了？叔叔，除了陈星，我都看出来了。这不就尴尬了吗？哎呀，儿子，我是想着呀，这不怕你接受不了，爸又要再给你找个后妈呀。再说了，你秦阿姨又年轻又漂亮，我要是把我和她的恋情公布的话，我这打造的穷人身份不就瞒不住了吗？够了，小林呐，你看这俩孩子，经过这么一闹，我倒有点自惭形秽了。是啊，本来这个订婚宴就是给2个孩子准备的，要不是网上发布的那条造谣视频，今天呀也不会闹得这么难看。我这就从楼上跳下来。算了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这不过是叔叔对陈星最后的考验。你也只是个 NPC 罢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谢谢若雪，谢谢董事长，谢谢少爷。既然误会都解除了，那咱们这本来就是老爹早早定下的婚事啊，兜兜转转，我们2家又聚在一起了，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啊？啊？那咱们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把俩孩子的婚礼给办了，怎么样？
我看成。你看成有什么用啊？不还得听听两个孩子的意见吗？我没问题，我都听若雪的。我嘛，当然也没问题啦。